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深入探讨《道德经》的第73章，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，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战国末期，七国争霸已进入白热化阶段。秦国在商鞅变法后，国力蒸蒸日上，锐不可当。赵国虽为北方劲敌，却因国政内乱而日渐衰弱。公元前260年，秦赵在长平展开一场决定命运的大战。当时赵王任命老将廉颇为帅，廉颇熟知秦军的锋锐，深知赵军若轻举妄动，必遭惨败。于是他坚守壁垒，修筑防御工事，以逸待劳。赵国士卒虽有怨言，却仍有生机。然而赵王被一些佞臣挑拨，认为廉颇懦弱，阻碍战机。秦国正是看透赵王的心态，施以反间，假意宣扬，惧廉颇而不惧赵括。赵王果然中计，换上赵奢之子赵括为统帅。赵括自幼好读兵书，能言善辩，却无实战经验。他一上任便全面否定廉颇的手势，转而主动进攻，摆起早已洞察对手虚实，布下连环陷阱。秦军断其粮道，将赵军困于长平，40余万大军被围困数月，粮草断绝，士卒饿殍遍野。赵括孤注一掷，亲率大军突围，结果陷入重重埋伏，最终中箭身亡。秦军收降后，将数十万赵族尽数坑杀，赵国元气从此一蹶不振，再无力与秦抗衡。这场惨烈的战役，正是老子所言“勇于敢则杀”的写照。赵括的敢，源于纸上谈兵的自负，不顾天时地利人和，结果让整个国家付出沉重代价。相反，廉颇的不敢并非懦弱，而是深知大势所趋，选择守而不战，保存实力。老子说：“勇于不敢则活，其意在此。”真正的勇气，不是莽撞向前，而是能在看似退缩中保全生机。老子又言：“此两者，或利或害，天之所恶，孰知其故？”长平之败不仅是人事失误，也是天之所恶。秦军善于用兵，赵军内部分裂，再加上赵王轻信谗言，这些因素交织，形成难以逆转的败局。圣人之所以谨慎，正是因为明白世事之变不可尽在掌握，所谓天意往往超越人算。数百年后，汉末群雄逐鹿，又有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——赤壁之战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北方已归其掌握，自是统一天下指日可待。他率号称83万大军南下，水陆并进，声势浩大。檄文中，他甚至轻蔑地称孙权为碌碌小儿，视东吴为唾手之物。此时江东群臣多主降，孙权犹疑不决，鲁肃慷慨陈词，指出一旦降曹，江东必为北方所吞，祖宗基业不保。周瑜更是洞察敌我之势，曹军虽众，却是北方之族，不习水战，且因长途跋涉而染瘟疫，其战船以铁索相连，畏火极甚。若因势而用火攻，则胜负或可逆转。孙权听罢，终于拍案而起，拔剑砍断铁案，大呼：“有死而已，何必降人？”这一杆并非血气之勇，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果断。周瑜、鲁肃、黄盖各展其能，策划火攻。赤壁之夜，东风劲吹，黄盖率火船冲入曹营，瞬息之间，火光冲天，连环战船皆成火海。曹军大败，北归途中又遭疫病与追击，数十万大军几近全灭。此役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，改变了历史走向。赤壁之胜与长平之败形成鲜明对比，两者同样是敢，却一则是盲目的莽撞，一则是顺势而为。老子所言不争而善胜，不言而善应，正是赤壁的写照。
孙刘联军不与曹操硬拼兵力，而是利用自然之势与敌军弱点，以小胜大，以少敌众。这种不争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争，这种不言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谋略。曹操的失败也印证了老子所说“天之所恶，孰知其故”。曹军败因并不止于战术，更在于天时地利不利。北军不视南方气候，疫病横行，连环战船虽固，却正中火攻之计。曹操再自负，也无法改变自然与环境的规律。所谓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，正是如此。从长平到赤壁，我们看到勇气的两种形态，一种是赵括式的逞强，一种是孙权式的决断。前者导致覆亡，后者开创生机。老子所谓勇于敢则杀，勇于不敢则活，并非要人畏缩，而是要人懂得分辨何时该进，何时该退。勇敢若脱离智慧，只是蛮勇；而智慧若缺乏勇敢，则陷于犹豫。真正的领导者能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，这种哲理放在现代依然适用。职场中有人像赵括满腹理论，却缺乏实践，不顾现实贸然推进项目，结果团队陷入困境。也有人像廉颇，看清环境不利，果断选择守势，等待时机，最终反而保存实力。赤壁的启示则告诉我们，果敢并非冒险，而是审时度势后的坚定执行。企业家若盲目扩张，不顾市场规律，往往重蹈长平的覆辙。而懂得借势善用外部资源的人，才能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。在人生修养方面，勇于不敢提醒我们克制。面对诱惑能说不，面对风险能谨慎观望，面对权力与利益能守住底线。这不是胆怯，而是自我节制的智慧。相反，那种逞一时之勇的行为，往往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。老子强调天之道，不召而自来，阐然而善谋。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顺应自然规律，放下执念，不强求，不争抢，许多困境反而会自然化解。纵观历史，无数兴亡成败，几乎都是敢与不敢之间的选择。楚汉相争时，项羽勇于敢，力拔山兮气盖世，却因刚愎自用，最终乌江自刎。刘邦勇于不敢，能屈能伸，忍辱负重，才得以成就汉室基业。唐太宗李世民善于在敢与不敢之间拿捏，既能以兵锋扫六合，又能虚怀纳谏，因而开创贞观盛世。反观隋炀帝一味逞勇，穷兵硬武，最终国祚不久。这些历史轨迹都印证了老子所揭示的深层逻辑：天道恢宏，万事皆有因果。敢与不敢并非绝对的对立，而是互为依存。圣人之所以游难之，就在于懂得敬畏与谦卑。当我们今天在读第73章，不仅是在读战争的教训，更是在读人生的智慧。它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勇气不是走在最前，而是在关键时刻能止步；真正的力量不是压倒别人，而是懂得顺应规律；真正的谋略不是计较一时之胜，而是能长久保存生机。勇于敢者或许能赢得一时喝彩，却可能埋下长远祸根；勇于不敢者看似退让，却往往守住根本。人生、事业、国家无不是如此。老子以寥寥数语揭示了千古兴亡的密码。因此，长平与赤壁并非单纯的古战场，而是我们今日的境界。他们告诉我们，如何在勇与不勇之间选择，如何在力量与智慧之间平衡，如何在顺势与逆势之间抉择。真正的智慧，正是在敢与不敢之间找到那条最合天道的路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